也就是说，是有人故意把这块玉混在寿辰之中，悄悄地送了来。魏无羡单手把陈情颇为灵活地转在两指之间，恰好金子轩渐岁更替，这块玉材质上佳，便被选了上来。听起来逻辑似乎没有破绽，但却处处都透出别扭之感。魏无羡把陈情停在手心，微微皱起了眉。此事匪夷所思，恐怕是有人欲行不轨。金光瑶也一脸严肃，子轩，你最近还是少出门吧，我叫他们多调几个人来护着你。哪里就那么娇贵了？金子轩摆摆手，你那里本就缺人手，现在这样已经足够了。是你，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的。金光瑶坚持道，子轩，你可是仙都，你要是倒下了，百家可就要出乱子了。金子轩伸出左手摆了摆，不耐道，阿瑶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我的状态我自己清楚，真的不要紧。金光瑶叹了一口气，道，好吧，既然你坚持，那我就只把轮换的时间缩短一些，也叫每班侍卫都能提高警惕。不愧是南公主，如此小心谨慎。魏无羡翻了个白眼，把陈情往腰间一插，抓起桌上的笔，又开始龙飞凤舞。金子轩又与金光瑶确认了几项仙家事宜，注意到这边时，又是一地狼藉。金子轩道，魏无羡，你是猪吗？魏无羡道，怎么说话呢，还不是为了你。他边说着，边把手中的纸扔了一张给金子轩。金子轩接过符纸，认出那是用以封印的咒文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家藏书太少，实践的余地也太小。魏无羡甩甩墨水，这几个是我觉得有尝试的可能的，回头先给你那块玉做个临时封印，我出去找找有没有破解之法。他说到这里，突然一顿，用笔尖指着金子轩胸道，在我封印成功之前，不许去找我师姐。这你也要管？金子轩喷道，我家的人，我凭什么不能找？你要是敢引什么邪门东西到我师姐旁边，你看我不打得你哭爹喊娘。要论邪，还有什么比你邪？金子轩冷笑，魏无羡，你现在连人也不是吧？这话就有些伤人了。但魏无羡自小受着于夫人的洗礼长大，这点层次对他而言连抓痒也算不上。魏无羡张口道，是，我不是人。我现在是仙人呢。反正封印成功前，你别想离开我半步。不等金子轩回话，他便不耐烦道，行了，金大宗主，拿着你的玉过来吧，我们一个一个试试看。蓝忘机背着忘机琴，行走在兰陵城内。兰陵城乃是兰陵金氏驻扎所在，平日也没少见过金氏的仙人。但金家修士向来骄矜奢华，举手投足一阵贵气，活像一群高高在上的皇权贵人。像蓝忘机这样周身仿佛不染尘埃的仙人，倒是不常见到。一时之间，街上的女孩子三五成群叽叽喳喳从蓝忘机身边路过，又悄悄地回过头来看蓝忘机的背影。他周围仿佛形成一个结界，硬是在闹市中给他空出一方天地。姑娘，你这煎饼怎么卖？黑衣人腰间挂着一只银铃，配着一把用黑布缠住的古剑，另一手轻巧地转着一管通体乌黑的笛子，正笑意盈盈地靠在摊铺上，垂着眼看向手摊的姑娘。蓝忘机的脚步顿住了，真这么好吃？既然如此，那这几个我都要了。姑娘人生的美，想必也不会骗我。是啦，我是云梦人，初来兰陵，自然要尝尝兰陵的佳肴。谢过姑娘，多出来的就当是你我相逢一场，送给你了。那人把一小包的煎饼握在手心，颇为娴熟地用嘴咬出一只吃起来。他转过身，刚刚摇摇晃晃地走了2步，也停在了原地。他眼睛一亮，又是一个耀眼夺目地笑。他挥挥手中的笛子，笑声叫道，蓝湛。魏无羡快步走上前来，用陈情敲敲蓝忘机的肩膀，道，怎么有空来兰陵了？前几天我有急事，把你自己丢下，对不起呀。蓝忘机，不必。他眼中似有水波荡漾，踌躇片刻，道，魏婴，你是如何，我是如何死而复生的，对不对？魏无羡嘴里嚼着煎饼，晃了晃陈情。蓝忘机沉默片刻，道，魏无羡哈哈一笑，道，运气，实在是老天看我死得太冤，给了我这重生的机会。他拍拍腰间的银铃，瞧见这个没？这12年，我的魂魄一直在这银铃里。
最近几天，机缘巧合之下得以恢复肉身，不过这具身体其实不用吃喝拉撒睡，我吃也就是图个开心。说着，他又浮夸地咬了一口煎饼，故作美味地咂咂嘴。他帮金子轩封印邪域之后，便找金铃要来了银铃，配在自己腰间。这样虽说不能随时回到灵道内，但至少不用跟金铃捆绑出现了。蓝忘机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只银铃上，银铃早就很陈旧了，加上现在中央还有一道裂痕，显得更加脆弱。如果银铃破碎，你会如何？魏无羡，不如何？自然是肉身散去，魂魄飘摇，大不了继续做孤魂野鬼呗。